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医学博士石原藤树所著的《为什么喝咖啡的人更健康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咖啡是喝了就能延长寿命的健康饮品；第二，咖啡是保护大脑免受老化的最强药物；第三，比药物更有效，咖啡是超级肝脏药物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咖啡是喝了就能延长寿命的健康饮品。或许很多人已经知道，咖啡对健康有益。当看到这个标题时，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，甚至打算不再继续观看。但我希望，抱有这种想法的朋友能够再多听一会儿，因为将咖啡简单的视为一种饮料是对它的极大低估。我们需要彻底更新对咖啡与健康关系的认知。咖啡不仅仅是一种提神的饮品，它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健康工具，甚至可以被视为预防多种疾病的天然药物。今天我将向大家详细解释为什么咖啡对健康有如此显著的效果，并介绍它具体在哪些方面对我们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。或许在一些人眼中，咖啡曾经被认为是健康杀手的象征。在20年前，作者刚开始研究咖啡时，人们普遍将咖啡与熬夜、吸烟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。但现如今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，健康专家已经将咖啡视为促进健康的最佳饮品之一。这一点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。根据美国最新的饮食指南，每天饮用约3杯咖啡被认为对健康有益。尤其是在2012年，美国权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掀起了全球的轰动。研究发现，每天喝6杯以上咖啡的男性死亡风险会降低10%，女性则能降低15%。虽然因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未显示出差异，但在心脏病、呼吸系统疾病、中风、感染症、糖尿病等多个领域，饮用咖啡的人群的死亡风险显著降低。这表明，仅仅通过饮用咖啡，就能有效降低多种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能够通过大规模数据验证降低死亡风险的健康食品或药物少之又少。而咖啡凭借超过40万人的大规模调查，证明了它确实能够延长寿命。因此，咖啡被誉为最强健康饮品也不足为奇。日本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针对超过9万居民的长期健康调查，平均观测期18.7年，进一步证实了咖啡的健康效果。每天饮用1到2杯的人，死亡风险能降低15%；每天饮用3到4杯的人，能降低24%；每天饮用5杯以上的人，则能降低15%。从数据来看，每天饮用3到4杯咖啡的健康效果最佳，而超过5杯的效果则有所减弱。咖啡对健康的益处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验证。2017年进行的一项综合分析显示，每天饮用3到4杯咖啡的人，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能降低15%，癌症发病风险能降低18%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能降低19%，总体死亡风险能降低17%。这些数据令人印象深刻，进一步确立了咖啡作为健康饮品的地位。根据大量研究结果，适量饮用咖啡，每天饮用3到4杯，可将总体死亡风险降低10%到20%。虽然更多的摄入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效果，但每天5杯以上的安全性尚需进一步研究。因此，建议大家以3到4杯为基准。总结来看，无论从研究规模还是结果的普遍性，咖啡延长寿命的效果已经毋庸置疑。它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帮助我们保持健康、远离疾病的有力工具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咖啡是保护大脑免受老化的最强药物。咖啡对大脑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。具体来说，它能够降低中风和认知症的风险，而这2者正是导致大脑老化的主要因素之一。大脑的老化直接影响整体健康，因此，如何延缓大脑的老化，对希望保持年轻的人来说至关重要。
2011年，一篇综合分析了11项临床数据的论文指出，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，每天饮用3至4杯咖啡的人，中风风险降低了16%。虽然每天饮用5杯以上也有降低风险的效果，但3至4杯的效果最为显著。这表明适量饮用咖啡是预防中风的最佳选择。中风不仅是大脑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，还会导致大脑功能的显著下降。如果通过咖啡能有效降低中风的风险，就有助于维持大脑的健康与年轻。2009年，一篇发表于阿尔茨海默症专业期刊的论文，研究了中年人咖啡摄入量与老年期认知症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。结果发现，每天饮用3到5杯咖啡的中年人，老年期患认知症的风险降低了65%。咖啡通过减弱大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作用，可以提升情绪并激发大脑功能。此外，它还能有效降低抑郁症的风险。例如，2011年的一项研究对5万名女性进行了长达25年的追踪，发现每天饮用4杯以上咖啡的女性，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了20%。日常生活中，许多人可能已经体验过喝咖啡后注意力和记忆力的提升。研究也证实，咖啡能够显著提高集中力和专注力。一项对1000名长途卡车司机的研究表明，饮用咖啡的司机事故风险降低了63%。这主要得益于咖啡对疲劳引起的注意力下降的改善。帕金森病是一种由于脑内多巴胺神经元减少导致的运动障碍疾病，患者常表现出手抖、行走困难，甚至在严重情况下完全失去独立行走能力。尽管帕金森病无法完全治愈，但预防是关键。研究表明，长期饮用咖啡的人患帕金森病的几率显著降低。例如，一项综述研究指出，每天饮用3杯咖啡的人，患帕金森病的风险减少了29%。其他研究则显示，每天饮用3到4杯咖啡可以将发病率降低25%，并且饮用量越多，风险越低。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，咖啡对保护大脑免受老化有显著的效果。从短期来看，咖啡能改善情绪，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；从长期来看，它能够有效预防阿尔茨海默病、帕金森病、中风以及认知症等大脑相关疾病。此外，适量饮用咖啡还能显著降低大脑老化的风险。可以说，咖啡不仅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维护大脑健康的强力工具。对于追求健康生活的人，科学的饮用咖啡无疑是明智的选择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比药物更有效。咖啡是超级肝脏药物，咖啡对肝脏疾病的益处是毋庸置疑的。大量研究表明，咖啡可以有效改善肝功能指标，无论是 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，还是非酒精性脂肪肝、酒精性肝功能障碍及胆结石等引起的肝功能异常，咖啡都具有显著的帮助。可以说，咖啡堪称肝脏的超级药物。肝脏是身体中默默工作的勤劳器官，通常只有在濒临极限时才会发出警报。即便受到损害，肝脏也很少表现出明显症状。当症状出现时，往往意味着损害已经相当严重。因此，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。当肝功能下降时，会引发乏力、易疲劳、食欲不振等全身症状，同时还可能伴随其他身体不适。在肝脏发出警报前，我们应通过调整生活习惯，避免对肝脏的伤害，重视肝脏的保养。目前，除了病毒性肝炎以外，针对慢性肝病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药物。而令人欣慰的是，几乎所有肝脏疾病都证实咖啡具有改善作用。研究数据显示，咖啡对肝硬化及肝癌的预防效果尤为显著。例如，2015年的一篇论文指出，喝咖啡可使肝纤维化风险降低27%，肝硬化风险减少39%，甚至每天饮用3杯以上咖啡，可以将肝癌风险降低高达56%。相比之下，目前几乎没有其他药物能在肝硬化或肝癌的预防方面达到类似效果。
因此，每天适量饮用咖啡是保护肝脏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探讨咖啡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功效。糖尿病不仅是老年人的问题，事实上，日本20至79岁人群中，糖尿病患者及潜在患者总数已超过1000万，相当于每6位成年人中就有1人可能患有糖尿病。研究发现，咖啡对预防糖尿病同样有效。一项对超过110万人的研究显示，每天饮用3杯咖啡可将糖尿病风险降低约20%。这一效果被认为与咖啡中的多酚类物质绿原酸有关。绿原酸不仅具有强抗氧化作用，还能降低血糖并增强胰岛素作用。为了达到最佳的健康效果，建议每天饮用3至4杯咖啡。此外，对于不喜欢咖啡因的人群，可以选择去咖啡因咖啡，因为其同样具备一定的健康益处。综上所述，无论是预防肝脏疾病还是糖尿病，咖啡都堪称超级药物。通过科学合理的饮用咖啡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守护健康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